在巴西里约的 G20 峰会结束了，卢拉上台后与中国的关系突飞猛进，暂时是好事。希望下届巴西上台的不那么敌视中国。德国媒体称，马斯克把新练的中国竞争对手千帆星座进驻巴西了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。此外，习主席此次出访巴西，中国与巴西签署了37项新的双边协议，成果丰硕，但让西方非常不爽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《时代报》的报道：巴西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。G20 峰会结束后，中国国家主席前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进行国事访问。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双方的合作将更加紧密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期间，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签署了37项新的双边协议，以加强经济合作，其中包括在农业、贸易、基础设施、工业和科学领域达成的协议。此前，习近平出席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，也就是 G20 峰会，和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。随后，他前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。这两个金砖国家成员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。据巴西总统卢拉称，50年来，两国一直保持着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似世界观的战略友谊。金砖这个英文词的缩写代表了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和南非这5个成员的首个字母。阿联酋、埃及、埃塞俄比亚和伊朗是新加入该集团的国家。今年10月，这些成员国在俄罗斯喀山与其他国家代表举行了会议。马斯克新练的中国竞争对手千帆星座进驻巴西。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，有外界获知，中国互联网卫星运营商千帆星座将进入巴西市场。据该公司称，它已与国有电信集团 Telebras 签订了卫星通信和宽带服务协议。该协议是在习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巴西总统卢拉达成的。目前最著名的互联网卫星服务提供商是特斯拉老板埃隆·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的星链。该公司拥有6000多颗卫星，供个人、公司和政府部门使用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国目前有1059颗在轨卫星，其中492颗为商业卫星。过去2年来，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分析了星链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使用情况，并警告说，如果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，中国将面临风险。今年秋天，马斯克的在线服务 X 在巴西被暂时封锁。巴西最高法院下令 X 屏蔽某些散布谎言和误导信息的用户账户。马斯克起初拒绝封禁这些账户，并说这是巴西在搞审查。今年10月，在 X 按要求支付了罚款，在巴西任命了一名法律代表，并封锁了9名用户的个人资料后，巴西最高法院解除了对该在线服务的封锁。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。根据卢拉的说法，双边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157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。好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报道的全部。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，报道中有这句话：巴西总统卢拉称，50年来，中巴两国一直保持着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似世界观的战略友谊。于是这位网友说，这种友谊当然包括不喜欢前殖民国家、后殖民主义。下一条评论，今天的殖民国是俄罗斯和中国，俄罗斯现在也在对乌克兰进行殖民战争，中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发动战争，所以中巴两国并不合适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和强权政治。我们继续往下，你不能为了谴责竞争对手而随意重新定义负面词汇。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是殖民国家，这太荒谬了。俄罗斯也没有发动殖民战争，台湾是中国一个省，如果有战争的话，冰冻的国共内战会再次解冻。承认世界的真实面目吧。我们再往下，你不必扩展你对任何东西的解读。那西藏和新疆呢？车臣和格鲁吉亚呢？
乌克兰除了殖民战争还能是什么？不，台湾不再是中国的一个省，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。前东部领土现在不再属于德国，虽然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属于德国。下一条评论，太棒了，卢拉干得好。我们继续往下，听起来在巴西和中国之间似乎已经敲定了南方共同市场。下一条评论，欧洲人偏执的态度和喋喋不休的说教，很快就会让他们在那里彻底失去话语权。我们继续往下看吧，是中巴双边关系，而不是南方共同市场。下一条评论，与此同时，拜登总统承诺以6500万美元出售9架2手黑鹰直升机，用于打击毒品走私。这表明美国在南美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。美国在南美洲的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变化，有的国家在建设现代化的深水港，扩大贸易关系；有的国家则在出售所谓的剩余军事物资。下一条评论，美国世纪正慢慢走向终结。继续往下吧。只是到那时，欧盟已经死了，德国只是莫斯科的代理人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中日韩自贸区已经筹备谈判了数十年，可惜总是被美国干扰和破坏。下条评论，中国市场对木材的需求量很大，这对巴西的热带雨林和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来说，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中国在德国购买木材的量是巴西的3倍。下条评论，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巴西在1964年到1985年期间实行军事独裁统治，这就是卢拉所说的50年相似的世界观吗？好，我们再往下。巴西军事独裁政权当时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，就像其他拉美独裁政权一样。好，下一条评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。中国、巴西两国都是强大的经济体，可以从更紧密的合作中获益更多。下条评论，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它还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。无论好坏，我们也必须与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和专制政体进行往来。下条评论，至少习近平出访时使用的是西方技术，空客、波音。原则上，他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使用的飞机，即使飞机的前部为主席出行稍做了改装。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，是的，如果德国和欧洲想继续在世界上拥有原材料和影响力，就需要非常认真地审视世界主要经济体。德国和欧洲已经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但对印度、巴西和印尼则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在我看来，对于典型的德国媒体受众来说，那些只是异国情调的地方，是他们不明所以的第三世界。有时从内疚或非内疚的角度来看，总是去关注他们觉得值得关注的异国情调的新闻，但却很少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。他们是大型经济体，是重要原材料和工业产品的出口国，是目前正在发生变化的地缘政治游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评论不多，就到这里了。但与往日不同，貌似理智评论的比例不低啊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意外，你们怎么看呢？